准备好睡觉的心态。忙了一天，你的身体也累了，吃完晚饭，血液中的糖分让你昏昏欲睡。泡完澡，身体凉凉的，关上灯，戴上眼罩，褪黑激素开始迎接这个晚上。为了今天晚上的睡眠，已经铺好了床，但是你的精神不愿意投降，因为你不再只是一只无忧无虑的动物，你是一个有意志力的人，可以决定愿不愿意和地球的转动同步。你是一个很忙的人，很会想，尤其在安静的时候。过去被别人伤害，也许也伤害过别人。今天遇到不礼貌的对待，心情仍然不能平静。明天要做好几件事，内容和顺序还没有想好。人生过了半百，看不见未来，设想了可能的意外。如果你是一个认真的人，真的可以想出很多事情来烦恼自己，尤其在安静的时候。睡不着的晚上，最可怕的不是浪费几个小时没办法休息，而是那些不断出现的念头，一个接着一个。睡觉的床已经铺好了，但是为什么你的精神不愿意投降呢？因为你看不起睡眠，觉得睡觉在浪费时间，生命多么美好，人生如此美好。睡觉是剥夺人生美好的凶手，所以你不断地滑手机，想从手机的世界中挤出几滴美好人生的甜味。在安静的夜晚，不安的心想把人生的前前后后想个明明白白。首先，我要告诉你，第一个正确的睡眠心态。睡眠不是浪费时间，睡眠是进入另外一种思考的状态。在睡眠的过程中，大脑先休息，累积能量后火力全开，把所有纷杂的问题使用图像思考的方法，更多元的解决问题。我们的大脑白天是 CPU 的线性思考，到了晚上是 GPU 的 AI 思考。然而，睡眠的重要性不只是休息和思考。在小动物的实验中，剥夺睡眠10几天之后，小动物就直接死亡了，告诉我们第二个很致命的睡眠心态：少睡觉会短命，不睡觉会死亡。我们人类不是一台完整的有机生命体，比较像是一台手机，必须跟云端的主机连线，更新资讯。睡觉最神秘的功能，就是跟我们的云端的造物主连线。我，一个神经内科医生，我没有办法修理大脑这个上帝的作品，但我可以调整你的睡眠，让你和上帝的连线变好，保持大脑的健康。最近门诊有一个老先生，睡了4、5个小时就会醒来，但他还是很有诚意的躺在床上，至少6个小时才会离开。老先生睡觉的诚意，我相信云端也会看得到的。睡觉的床已经铺好了，但是为什么你的精神仍然不愿意投降呢？因为你追求完美，或者直接的说，因为你贪心。你是不是常常无法做决定？因为任何的选择都会有所损失，你不想承受任何的损失，所以很难决定。心灵上便背负了很多还没有决定的负担。孔子说：“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方医师说，人有远虑，必有近忧。思虑周全，面面俱到是你做事的标准。然而背后的心理机制也可能是容不下风险的不安全感和追求完美的贪心。所以要摆脱朝思暮想的坏习惯，便要开始人生的断舍离。第三个睡眠心态，下班前把工作的事项规划好，否则今天晚上依照你的个性，绝对是过不了关的。至于复杂的事情，并不是靠想的，是要凭直觉的。方法是收集足够的资料后，不要马上做决定，要好好的睡一觉。睡觉时，图像思考会给你更全面的答案。很会想，让你成功，但这个成功却可能毁了你的睡眠，然后你的大脑。睡觉前就像一列火车进站，是不容易停下来的。方医师提供一个方法，让我们在睡觉前可以尽情的想，用力的想，但是正确的想。第四个睡眠的心态，把你睡觉前的想改成观，观察的观。在睡觉前观想，便开始使用睡觉中大脑的思考方法。如此一来，越观想越接近睡眠。具体的练习方法就是静坐。达赖喇嘛说，睡觉就是最好的冥想。Sleep is the best meditation。方医师说，静坐是睡觉最好的练习。静坐的过程，先止，再观，然后进入清明的境界。一开始观呼吸或者单一的事物，然后自动出现念头，不用阻止它，看着念头就好。观而不语，不去评断。有时候看到自己的无知、愚蠢、造作，那便是习性改变的开始。静坐冥想，先止再观，便是白天清醒时使用后脑图像的思考方法，和睡觉时思考的方法是一样的。所以静坐冥想就是最好的入睡练习。难道你没有看过在禅修的会场上，一大群人坐着，睡得舒舒服服的？达文西说，充实的一天可换来愉快的睡眠。As a well-spent day brings happy sleep。充实的一生换来愉快的死亡。So a life well spent brings happy days。睡前跟自己说，已经忙了一天了，值得一个晚上的休息。所有停不下来的心，是自大，是贪心。我来跟各位讲一段睡前的祈祷文。Dear God， 亲爱的造物主 ，As I lay me down to sleep， 当我躺下来准备睡觉的时候 ，Relax the tension of my body， 请帮我放松我的身体。Calm the restlessness of my mind， 安定我不安的心。Still the thoughts which worry and perplex me， 停止让我担忧、困惑的想法。Help me to rest all my problems in your strong and loving arms。我的困难，在你伟大和慈爱的拥抱中安定下来。